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比特币现在是9万美元，5年以后会是多少？59万、159万，还是更高？我先说一句话，如果你只是想听一个目标价，那你现在就可以关掉这期视频了。因为今天我不讲信仰，也不画 K 线，我想做一件更难但更重要的事情。我们不用预测，我们用位置把比特币未来的价格一步一步给它推算出来。而这个位置呢，不在币圈里边，甚至不止在金融圈里边，它在3个不同的世界里边。大圈，比特币在全球700万亿资产里的位置；中圈，比特币在30万亿硬通货里的位置；小圈，比特币在5万亿币圈里的位置。只要你真正看懂了这3个圈，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机构会说5年以后比特币最低15万，最有可能的价格是27万，最高可能会到达47万。而到2050年，如果通胀失控，180万不是幻想，这个不是信仰，这是有背景的。好的，咱们现在开始。我说的这3个圈呢，其实并不复杂。第一个大圈呢，指的是整个世界的资产，股票、债券、房地产、黄金以及比特币，全部都加在一块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700万亿美元的超级的资产池。比特币在这个大的池子里边，现在只占到 0.5%。大概呢1.8万亿美元，中间的那个圈呢叫做硬通货组合，也就是黄金加上比特币。为什么把它们俩单独给它拿出来呢？因为它们有个共同点，供应量有限，不会被政府随便多印。黄金开采呢越来越难，比特币代码写死在2100万枚。这个圈现在大概30万亿美元，其中比特币占 8%， 黄金占到 92%。里面最小的圈是加密货币圈，也是币圈的内部。所有山寨币加起来大概是3万亿美元，比特币占到了 58% 左右，剩下的是以太坊、稳定币、各种 shitcoin。好了，记住这3个圈，接下来呢，咱们一圈一圈来看，比特币在每个圈里的位置，过去10年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未来可能怎么演变。先看这个大圈，你可以想象一下，全世界的资产是一个700万亿美元的大蛋糕，房地产吃掉400万亿，债券140万亿，股票130万亿，黄金呢30万亿，比特币呢只有1.8万亿，相当于蛋糕上的一颗小樱桃。但这颗樱桃10年前根本就不存在。2015年比特币总市值还不到50亿美元，在这个700万亿的池子里边，基本上是零，肉眼看不到的。到今天呢，它已经是1.8万亿了，占比 0.3% 左右，听起来还是很小，对吧？但你要知道，这 0.3 是从零开始的，而且过去这10年，尤其是在最近的这几年，它的增长速度在继续加快。为什么呢？因为钱越来越多了。Wisdom Trade 报告里边有一张图，我觉得特别震撼。你看这条线，这是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供应量 M2， 也就是各国印了多少钱。1970年全球 M2 不到1万亿美元，2025年已经超过了100万亿美元。这个不是线性的增长，这是指数级的增长，也就是说钱印得越来越快了。而且你再看，每次遇到危机，2008年的金融危机，2020年的疫情，这条线都会陡然的上升。因为政府一旦遇到麻烦，第一反应就是印钱。那问题来了，钱印多了会发生什么呢？通胀，你手里的钱变毛了，购买力下降了。所以聪明的投资者会想，我得找一个东西能对抗法币的贬值。传统的答案就是黄金，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还有一个选项，比特币。这个就是为什么过去的10年，比特币从大圈子里边的0涨到了 0.3%， 因为越来越多的钱开始流进这个抗通胀的赛道里面去。而且这个趋势有一个很明显的加速信号 ETF。2024年的1月，美国批准了比特币现货 ETF， 1年时间流入了600多亿的美元。什么概念呢？过去散户想买比特币，得自己去开交易所的账户，搞钱包，还要担心被黑客盗币，机构想买更麻烦，合规问题、托管问题，一大堆的障碍。ETF 一出来，传统金融的钱第一次有了一个正规的通道进入比特币。你想，全球股票市值127万亿，债券145万亿，房地产393万亿。如果这些资产的持有者哪怕只拿出1%来配置比特币，
那就是几万亿美元的增量。所以在这个大圈子里边，比特币现在虽然只有 0.3%， 但它的占比正在从0往上爬，而且越爬越快。好的，大圈讲完了，咱们现在再来看看这个中圈。中圈呢是黄金加上比特币这个硬通货的组合。为什么把它们俩放在一块呢？因为它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点，供应量有限，政府印不出来，黄金被埋在地底下，开采越来越难，每年的新增供应量不到 2%。比特币代码写死2100万枚，永远也不会多一个。所以当法币不断贬值的时候，投资者会把钱挪到这两个资产里面去。这个就是为什么黄金几千年来一直是避险之王。但过去的10年，这个组合的内部结构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2015年，这个组合大概是 6.8 万亿美元，其中黄金占比 99.9%， 比特币只有 0.1% 还不到。基本上就是黄金的世界，比特币只是一个小点儿。2025年呢，这个组合涨到了30万亿美元，其中黄金占比 92%， 比特币占到 8%。8% 听起来还是不多，但你想，10年前它只有 0.1%， 现在是 8%， 涨了80倍的占比，而且这个组合的本身也在膨胀。这张图呢更加关键，纵轴是黄金加上比特币占全球货币供应的 M2 的比例。你看这条虚线，历史中位数大概是 20%， 也就是说正常的情况下，全球每100块钱有20块钱会跑到黄金里边去避险。但在极端的年份，比如说1970年代的大通胀，这个比例冲高到了 40%， 甚至还有一个很少被提起来的极端时刻，1980年，这个比例一度超过了 100%。 这个不是算错了，也不是一个 bug。那一年，美国经历了2次的石油危机 ，CPI 的通胀一度超过了 14%， 市场用价格来投票，说了一句狠话：我宁愿要黄金，也不要你的货币。那现在呢，大概是 29%。而且你看近几年这条线在急速的拉升，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钱正在从法币、债券、股票流向黄金和比特币。为什么呢？报告里边提到，2025年全球宏观的环境下有这么几个特征：通胀粘性很强，降不下来；各国政府债务高企，继续印钱，这个是一个大概率；特朗普呢再次当选，推行的贸易战、财政扩张政策可能进一步加剧通胀。在这种大的背景下，投资者对法币的信心正在逐渐的下降，对硬通货的需求也在上升。那么在这个硬通货的组合里边，黄金和比特币谁会占据更大的份额呢？报告给出的判断是，比特币会继续蚕食黄金的份额。为什么呢？因为比特币有几个黄金没有的优势：便携性，你能够把1000万美元的比特币存在一个硬件的钱包里边，但1000万美元的黄金你得租一个仓库。第二，可分割性，你可以买 0.0001 个比特币，但你买不了0.0001克黄金。第三，年轻人更加认同，70后、80后认同黄金，但90后、00后更认数字资产。所以在中圈里边，黄金还是老大，但比特币正在快速的崛起，从 8% 可能会增长到 10%、15%，甚至更高。好了，中圈看完了，那么我们最后来到这个小圈。小圈呢，也就是币圈的内部。现在呢，整个币圈的市值大概是3万亿美元，比特币占到 58% 左右，剩下的是以太坊稳定币，还有一堆的山寨币。但你注意一个趋势，2023年比特币占比是 42%， 24年涨到了 52%，2025年已经快到 60% 了。也就是说，比特币在吃山寨币的份额。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一轮的牛市和上一轮不一样，上一轮2020年到2021年是百链齐放 ，shitcoin 狂欢，各种的 DeFi、NFT、元宇宙的概念，散户疯狂的追涨。这一轮24年到2025年是机构入场，机构只认比特币，不认山寨币。你想，一个管理着几百亿美元的基金会去买 Shape 币吗？不会，他们只买比特币，因为比特币有 ETF 合规。比特币市值最大，流动性最好，比特币是数字黄金，有共识。所以在小圈里边，比特币的占比正在回归到它的历史均值 62% 左右，甚至可能会更高。而且这个趋势和大圈、中圈的趋势是一致的。比特币正在从投机品
变成了配置品。好了，3个圈我们看完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这3个圈的趋势都成立，那未来的5年、10年、25年，比特币会涨到多少钱？这个就是这份报告最核心的部分，价格预测模型。WisdomTree 的预测模型逻辑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这个公式：比特币的价格等于 M 乘以 H 乘以 B 除以 S。M 是这个世界一共多了多少钱 ，H 呢是这些钱里边有多少会跑去硬通货，也就是黄金和比特币。B 是硬通货里边比特币占比多少 ，S 是比特币的供应量。所以比特币的未来到底值多少钱，取决于3个变量：未来全球会印多少钱，硬通货的占比会到多少，比特币在硬通货里边占比又会到多少。基于这3件事呢 ，WisdomTree 给了3种未来，不是预测，是3条可能发生的路径。第一种是通缩的情景，假设未来几年各国突然变得非常自律，不再乱花钱，不再疯狂的印钞，全球货币只以3%的速度增长。在这种的世界里边，人们不用那么恐慌，更多的钱呢会回流到股票和债券里边，硬通货的占比降到了25%，比特币在其中只占到了10%。在这个最保守的假设下，2030年比特币大约是15万美元，2050年大约是26万美元。机构自己也承认，这是概率最低的一条路，因为现实是全球的债务已经高到很难不靠印钱去维持。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理论的下限，即使一切都对比特币不友好，它5年以后也依然在15万美元的附近。第二种呢是基础的情景，也就是说世界并没有变得美好，但也没有彻底的失控，货币继续按照过去50年的平均速度增长，大约5%，硬通货的需求呢稳步上升到35%，比特币在其中占到了12%。在这种情况下呢，2030年比特币大约是27.5万美元，2050年大约是71万美元。这是机构认为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它几乎就是把过去10几年的趋势往前延续了那么一点点。你可以这么理解，黄金呢已经很成熟了，它在硬通货里边占了90%多，再往上涨空间非常有限。而比特币呢现在只有8%，从8%到12%是一个结构性的成长空间。所以在这种的情况下，比特币的年化回报大约是20%，明显高于黄金。第三种是通胀的情景，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开始走向类似1970年代的状态，贸易冲突加剧，供应链受损，各国为了稳定自己的经济不断的印钱，全球货币以7%的速度膨胀，投资者彻底对法币失去信心，硬通货占比冲高到45%，而比特币呢拿到其中的15%。在这种世界里边，2030年比特币接近47万美元，2050年接近180万美元，这是最激进的情景，但不是没有可能。什么时候有可能发生呢？如果未来几年出现以下的这几个情况，就可能发生。第一呢，特朗普继续推行贸易战、关税战，导致全球供应链崩溃，成本上升。第二，各国的政府为了刺激自己的经济，继续疯狂的印钱。第三，通胀失控，债券、法币的信用崩塌，投资者恐慌性的买入黄金和比特币。在这种的情况下，比特币可能会迎来类似黄金在1970年代的爆发。1970年黄金35美元一盎司，1980年涨到了800美元，涨了23倍。而且你注意，在这个情况下，2050年比特币180万美元，听起来很夸张，对吧？但年化回报率其实只有12%，和历史上黄金在通胀时期的表现差不多。好了，这3种情况呢，我们都讲完了。总结一下，比特币在最差的情况下，5年以后15万美元；最有可能的情况，5年以后27万美元；最好的情况，5年以后47万美元。那机构更倾向于哪一种呢？基础情景，因为它符合过去50年的历史规律，也符合当下的宏观环境。好的，预测我们已经看完了。那你有可能会问一句话，凭什么要认真对待这个预测呢？答案其实不在数字里边，而在开始我们讲的那3个圈里边。第一个大圈，比特币在全球资产中的占比从0涨到了0.3%，而且呢 ETF 打开了传统金融的通道，增量资金正在涌进来。第二个中圈，在硬通货这个组合里边，比特币的份额从0.1%
涨到了0.8%，同时呢，整个硬通货的组合在全球货币体系里边的占比从历史中位数的20%抬升到了接近30%。这说明现在的这个世界正在用真金白银对法币体系投出越来越多的不信任票。第三个是小圈，在加密世界的内部，比特币的市值占比从40%涨到了接近60%，说明它正在从投机品变成配置品，机构只认比特币。这3个圈的趋势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比特币正在从边缘走向主流。而且 Wisdom Tree 的模型不是拍脑袋，它是基于全球货币供应量这个底层的逻辑，只要政府继续印钱，只要通胀继续存在，只要投资者需要对抗货币的贬值，比特币和黄金这2个硬通货就会继续的吸引资金进来。这是一个长期的结构性的趋势，而不是一轮行情。当然呢，这里边我必须要讲清楚3件事。第一，这个只是预测，不是保障。Wisdom Tree 的模型基于的是历史的数据和假设，但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如果出现黑天鹅事件，比如说量子计算机破解了比特币的加密算法，或者各国政府联合封杀比特币，那这个预测它就不成立了。第二呢，波动性依然非常大，即使长期的趋势向上，短期波动可能会非常剧烈。比特币可能今天9万，明天跌到6万，后天呢又涨回到12万。如果你心理承受能力有限不够，或者需要短期用钱，千万别碰。第三，这个不是投资建议。我做这期视频呢，只是想帮你来理解比特币价格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机构是怎么预测的，为什么这么预测，不是让你去梭哈。你要不要买，买多少，什么时候买，这是你自己的决定，你得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好的，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这期的视频对你有帮助，请点赞、订阅、转发。这里是加密星球，我们下期再见。最后呢，留一个思考的问题：如果比特币真的到了27万美元，你觉得黄金会怎么样？是会被比特币所取代，还是会和它一块儿来涨？欢迎在评论区里边留言，咱们一起来讨论。同时呢，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事儿。谢谢，再见。